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在前2年，有一个大老板，家财万贯，在台湾也是叫得上名号的人物，他跑到我这里来哭诉，说南老师啊，我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看他那个样子，脸色青黑，印堂发暗，说话的时候气都接不上来，手还在微微发抖。我就问他，你不是每天都在念金刚经吗？我看你家里的佛堂修得比庙还大，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就是想不通啊。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打坐念经，吃素放生，可是我这心里就像有一把火在烧，晚上睡不住，白天静不下，生意上的事情一来，我那个火气压都压不住。现在高血压、心脏病全来了，医生说我这是自律神经失调，要我吃药。我说你那个不是病，是你把经念歪了，念成了催命符。诸位啊，你们听听，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毛病？以为金刚经是一本神话书，念一遍就有菩萨保佑，念一遍就能发大财，大错特错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贪念，就是在漏你们的阳气。你们看金刚经一上来是怎么写的？很多人读到开头这一段，什么尔时世尊时时注意持钵，入舍为大乘起士，读到这里心里就想，哎呀，这一段是记录佛陀的流水账，没意思，赶紧跳过去。我要看后面的大道理，我要看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要拍桌子了。你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把最顶级的天机当成了垃圾扔掉了。整部金刚经最厉害的秘密其实就在这开头的几百个字里。佛陀为什么不变个法术出来？为什么不头顶放光，天女散花？为什么要像个普通的老头子一样，穿好衣服，拿箸碗，一步一步走到城里去要饭，回来吃饭，吃完饭洗脚，然后铺个座位坐下来？这里面有大学问啊！从我们中医和易经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最上层的保命之法，叫做神气内守。你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一身的病？为什么40岁不到就这疼那痒？因为你们的魂不在身上。你们吃饭的时候心里在想住下午的会议，你们走路的时候眼睛盯住手机，脑子里在想住昨晚跟老公吵架的事，你们睡觉的时候还在算计住明天的股票是涨是跌。你们的这个心，这个念头就像一只发了疯的猴子，一刻不停地往外跑。中医讲心则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你的心一乱，你的神就散了，神一散，你的气就跟柱散，气散了，你的免疫系统，你的内分泌系统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防御外泄的阳气就出现了缺口。这时候随便一点风寒暑湿，随便一点细菌病毒都能趁虚而入，把你打趴下。那个大老板为什么念经念出一身病？因为他在念经的时候心里求的是发财，求的是长寿，满脑子都是欲望，那个念头转得比风扇还快。这哪里是修养，这是在剧烈消耗他的能量啊！而佛陀在开头这一段给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活住。注意持钵，就是穿衣服的时候心就在穿衣服上，手指头扣扣子的触感，布料摩擦皮肤的感觉清清楚楚，入舍为大乘起士，走路的时候脚底板踩在地上的感觉，一步一步实实在在，心不往外飞。这在现代科学里其实就是一种深度的脑波调整。当你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动作时，你的大脑会从焦虑的斐波转变成放松专注的斐波，这时候你的交感神经会慢下来，副交感神经开始工作，你的血管会舒张，你的五脏六腑会得到滋养。这就是佛法的实证，这就是一义同源的道理。佛陀那个时候心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当下这吃饭穿衣的一瞬间。这叫什么？
这叫金刚不坏之身，因为它的能量没有泄露，它的精气神是饱满的圆融的。有个成语叫行尸走肉，你们看看现在大街上的人有多少是行尸走肉？人虽然在走路，魂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这容易累，动不动就说我好累啊，我那是心累。因为你的发电机一直在空转，油都烧钱了，车子还没动哦。所以那个须菩提也就是佛陀的大弟子，他在旁边看呆了。他跟了师父几十年，听了无数的大道理，直到这一刻看住师父安安静静地洗完脚，把座位铺好，盘腿坐下，连大气都不喘一口，那么安详，那么自在。须菩提突然之间痛哭流涕，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：稀有世尊。意思是老师啊，太难得了，原来您不是在讲台上才传法，您在穿衣吃饭洗脚睡觉的时候，每时每刻都在用生命给我们演示什么叫道。这一段看似无聊的流水账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养生，不在深山老林里，不在那些神神叨叨的仪式里，就在你每天的穿衣吃饭睡觉走路里。如果你能把你那个软泡的心抓回来，安住在当下这件事上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金刚，你的身体自然就会产生强大的治愈能力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道理你们都懂，南老师我也知道要专心，可是我做不到啊。我一坐下来，脑子里就像开了锅一样，念头一个接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拿个绳子把脑子捆起来？别急，须菩提也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。他看到师父这么厉害，这么淡定，他赶紧问出了那句千古名言：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师父啊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心乱得像麻花一样，到底该把心放在哪里？到底该怎么收拾这个不听话的脑子？佛陀笑了，他给出了3个字的答案。这3个字就是我今天要送给你们的救命丹，就是能治好你们失眠、焦虑、抑郁、恐慌的独门秘方。这3个字一出，价值连城，胜过你们吃1万块钱的补品。好，水喝完了吗？耳朵竖起来了吗？我要揭晓谜底了。佛陀给须菩提的这3个字就是善、护、念，没错，就是这3个字。很多人一听，哎呀，南老师，这3个字我都听出老茧了，这不就是让我做个好人吗？这不就是让我心存善念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如果你这么理解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从苦海里跳出来，你也别想把你的高血压、神经衰弱治好。为什么我说这3个字是救命丹？我们从中医和生命科学的角度给诸位剖析一下。先看第1个字，念。你们把这个字拆开来看看，上面一个金，下面一个心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当下的这一颗心。我们人活着靠什么？靠一口气，靠一点神。中医讲气聚则生，气散则死。你的这个气是怎么散掉的？就是通过你的念散掉的。你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气球，你的身体就是这个气球，里面的气就是你的阳气，你的寿命。你每动一个念头，不管是高兴的念头、生气的念头，还是在那里胡思乱想发呆的念头，就是在这个气球上扎了一个针眼。你想一下，你一天要动多少个念头？据科学家说，人一天有几万个念头。好家伙，你这哪里是气球，你这是个筛子啊，气全漏光了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里说要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。可是你们做不到啊，你们是精神内耗，真气泄之。
你在那里担心，哎呀，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？噗，漏掉一点气。你在那里恨隔壁老王上次没还我钱，噗，又漏掉一点气。这一天下来，你什么体力活都没干，就觉得累得像条狗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电池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后台程序把电耗钱了。这时候就用到第二个字护。护是什么？是保护，是看护。佛陀在这里教我们的不是要把念头杀死。很多人学佛学傻了，说我要无念，我要脑子一片空白。诸位，那不叫佛，那叫石头，那叫植物人。人活住怎么可能没有念头？佛陀说的护是让你像一个看门的老大爷一样守住你的心门。念头来了，你知道念头走了你不留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气球，你得把那个针眼堵住。怎么堵？就是不要让念头把你带跑。比如你现在想起来，哎呀，刚才那个人骂我，这个念头来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如果你接主想，他凭什么骂我？我明天要找人打他一顿，我气死我了。完了，这就是没有护住，你跟住念头跑了，你的气就开始狂泻。如果你懂护，你会怎么做？他骂我，就到此为止，心里不起波澜，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过即了。这就是止损，这就是在锁住你的阳气。但是光有护还不够，最难的也是最精华的是第三个字善。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不是让你去做好人好事那个善，这个善是善巧，是恰到好处，是广东话说的搞得颠。为什么要加个善字？因为很多人护念护得太笨了。有一种人为了控制念头，死命地压抑自己，心里明明很生气，嘴上说南无阿弥陀佛我不生气，结果心里憋出一身内伤，最后得了肝癌、乳腺癌，这叫不善。还有一种人放任自流，给自己找借口，说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然后胡作非为，把自己身体搞垮了，这也叫不善。真正的善护念是像哄小孙子一样。你们带过孙子吗？小孙子要玩刀，你不能在那里大吼大叫吓唬他，也不能让他随便玩把自己割伤了。你要拿个玩具把他的注意力引开，或者温柔地把刀拿走，给他一颗糖吃。这就是善对待你的妄想，你的烦恼也要这样。不要跟他打架，也不要被他牵住鼻子走。当你焦虑失眠的时候，不要强迫自己睡觉，你越强迫越睡不住。你要用善护念的方法，轻轻地看住那个焦虑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有点焦虑，没关系，焦虑就焦虑吧，我就躺住休息。奇怪得很，当你不去对抗它的时候，那个焦虑的念头反而觉得没意思，自己就溜走了，你也就能睡住了。诸位，这善护念3个字就是你们身体最好的节能系统，它能把你每天漏掉的那些精气神通通给堵住，留在体内。你的气足了，血脉就通了，血脉通了，五脏六腑就运转正常了。这不就是最好的养生吗？这不就是最好的长寿药吗？所以那个大老板听懂了这3个字之后，回去做了一件事，他不再强迫自己每天打坐2个小时了，也不再逼住自己念几万遍经了。他开始在开会的时候专心听下属汇报，不去想结果。吃饭的时候专心吃菜，不去想生意。哪怕是被对手算计了，他也是呵呵一笑，心里说一句，善护念，不跟傻子论长短。就这么过了半年，他再来找我，那个气色红润走路带风，降压药都停了。他说，南老师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这条命是靠飞收飞回来的，不是靠飞补飞回来的。好了，原理讲清楚了，
这3个字就是帮你锁住阳气的法门。但是你们肯定会问，老师，道理我懂了，但我这脑子里的猴子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一看不住他就跑了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招数能让我这个普通人也能操作？当然有，佛家有8万4千法门，但我今天只教你们一招最简单最管用的。这一招我把它叫做牧羊法。学会了这一招，你就能把你心里的那群疯猴子驯服成听话的看家狗。很多人一听到要修行，要管住念头，马上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就是把自己变成了石头。我就见过这种人，坐在那里咬牙切齿，满脸通红，心里在那跟自己打架。他想，我不能想美女，我不能想钱，我不能想那个讨厌的邻居。结果呢，也不让想，脑子里的画面越清楚。本来只是想了一下，这下好，变成了一场电影。这不叫修行，这叫压抑。从中医讲，这叫肝气郁结。你硬生生的把念头堵回去，那股能量没地方去，就在身体里乱窜，最后不是变成结节，就是变成肿瘤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修道修得不好的人，身体反而比普通人还差，这就叫走火入魔。那么正确的姿势是什么？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告诉我们要善护念，这个善字就是我今天要教你们的牧羊法。诸位，你们把自己的心想象成一片大草原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，贪婪、嫉妒、焦虑、后悔，就是草原上的一群羊。你是谁？你不是那些羊，你是那个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高坡上的牧羊人。这个牧羊法只有3个步骤，非常简单，但是非常管用。第一步叫做看着它跑羊要吃草，要乱跑，这是天性，你的念头要冒出来，这也是大脑的生理机能。科学研究说，我们的大脑为了维持运转，必须不断产生电信号。所以念头来了，你别慌，别害怕。比如你现在正坐着，突然想到，哎呀，上个月借给老李的那5000块钱，他怎么还没还？这只羊跑出来了。这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是直接跳进羊群，抓着羊角跟他打架。不行，我得要回来，他不给怎么办？我要不要报警？这就完了，你从牧羊人变成了羊，你被情绪带走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你就站在高坡上看着那只羊。我想起老李欠钱这事了，这就够了。知道了这3个字就是最高的智慧。你知道他来了，他就没办法骗你。第2步叫做不要挥鞭子。什么叫挥鞭子？就是你开始评判自己。很多人一有坏念头就开始骂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又贪财了？我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我怎么又走神了？千万别这样。你一骂自己，心里就会产生愧疚、自责、懊恼。这些负面情绪是一群更凶猛的狼。本来只是一只小羊跑偏了，你这一鞭子下去，引来了一群狼，整个草原都乱了。羊跑了就跑了，看着它，别动怒，别自责。这在中医里叫恬淡虚无。你的情绪不起波澜，你的气血就是平稳的。第3步叫做轻轻牵回来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当你发现自己走神了，发现自己开始焦虑了，不要用力拉，要顺势力导。怎么牵？靠呼吸，或者靠身体的触感。比如你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在演电视剧，这时候你用第1步告诉自己，我在想事情，我失眠了。然后用第2步，没事，失眠就失眠吧，躺着也是休息。接着用第3步，把注意力从脑子里的电视剧转移到你的鼻子上，去感受空气吸进来的凉爽，呼出去的温暖，或者感受你的后背贴在床单上的那个触感。就这么一转，那只跑远的羊就被你牵回来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注意力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，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觉上时，脑子里的那些妄想自然就断电了。这就是善护念的实操版。我给诸位讲个真实的疑案。有个当老师的女同志，40多岁，更年期，脾气暴躁得不得了，在学校骂学生，回家骂老公，骂完又后悔，整夜睡不着，头发大把地掉。她来找我说，南老师，我是不是疯了？我就教他这个牧羊法。我说，你下次想骂人的时候，先停3秒钟，在那3秒钟里，你看一眼自己心里的那把火，跟自己说一声，哦，火来了。然后做一个深呼吸，把注意力放在脚底板上。就这一招，他回去练了1个月。后来他跟我说，太神奇了，以前的火一上来直接冲到头顶，根本控制不住。现在只要一感觉火来了，立刻深呼吸，脚底一踩地，那个火就像被水浇灭了一样，瞬间就散了。她老公都说，老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怎么变温柔了？其实哪里是变温柔了，是她学会了做自己念头的主人，不再做情绪的奴隶了。诸位，这才是真正的降伏其心，不是把心杀死，而是把它驯服。当你练熟了这招牧羊法，你会发现你的脑子变得特别清爽。以前像个菜市场，吵吵闹闹，现在像个图书馆，安安静静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的身体会自动开启修复模式，那些因为焦虑紧张而堵塞的血管经络会慢慢通畅。这不比你吃人参鹿茸强吗？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还是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心里长了几个大毒瘤，这几个毒瘤不切除，牧羊法你也练不好，羊总是会变成狼。这几个毒瘤，金刚经里叫做事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听着很玄乎是吧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你们心里那几个解不开的死疙瘩。这4个疙瘩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说他们是吸干你阳气的罪魁祸首？南老师，我就要拿起手术刀，带你们做一个心灵的大手术，把这4个毒瘤给它切下来。好，手术刀准备好了吗？哪怕这手术有点疼，为了这条命，诸位也得忍住点。我们讲了牧羊法，教大家怎么管住念头，但是很多人跟我讲，南老师，我试了不管用啊，那个念头太猛了，像老虎一样，我根本牵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里有病灶，你的底层逻辑是错的。这就像电脑中了病毒，你光是关掉弹窗念头没用，你得把那个病毒代码给删了。这金刚经里讲的事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听起来像是佛学名词，其实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大白话，就是你们心里的4个大毒瘤。就是这4个东西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焦虑，制造痛苦，把你的阳气吸钱。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？心里长了4个大毒瘤。南师带你挥剑斩四象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切。第一个毒瘤叫我相，这是万病之源，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。诸位，你们仔细观察一下自己，所有的痛苦是不是都以我字开头？我受委屈了，我没面子了，我亏大了，他凭什么看不起我？这个我就像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所有的情绪都围住它转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你在开车，突然有人变道插了你的队，你噌的一下火就上来了，在那里按喇叭，嘴里骂骂咧咧，找死啊，敢插老子的队。请问那个人真的针对你吗？人家可能根本没看见你，或者人家真的有急事，但在那一刻你觉得你的尊严被挑战了，你的领地被侵犯了。这就是我相。从中医讲，你这一怒，肝气上逆，血压飙升，心跳加速，
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，你把你身体里的战备库存圣经调出来烧了一把火，值得吗？如果你没有我相，你会怎么想？他插队，可能他赶时间吧，或者这人开车不规矩，我离他远点。你看，没有了那个死死抓住的我，这件事就像风吹过一样，你的心里一点痕迹都不留，你的气血一点都不伤。所以我常劝那些一生病的人把自己看轻一点，把自己看得像路边的一棵草，一块石头，别人踩你一脚，石头会生气吗？不会。你不生气，你就赢了，你的命就保住了。第二个毒瘤叫人相，这就是攀比病，就是看不得别人好。人相就是把别人跟自己对立起来，心中有了你我的界限，就有了比较，有了嫉妒，有了计较。现在的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？因为手机害的。你打开朋友圈，看到老张换了新车，老李去了欧洲旅游，隔壁小王年终奖发了10万，你看看手机，再看看自己，心里那个酸啊，那个堵啊，凭什么他比我过得好？他当年读书还不如我呢。这就是人相在作祟，这种比较心是一把钝刀子在割你的肉，你心里一产生嫉妒，你的气机就锁住了，你的脾胃就打结了。所以爱嫉妒的人10个有9个脾胃不好，消化不良，脸色蜡黄。佛法讲随喜赞叹，这不是客套话，这是养生术啊！看到别人好，你真心的替他高兴，心想哎呀真不错，大家都过得好，我也沾沾喜气。你这一念随喜，你的心胸就打开了，你的气脉就通畅了。你是用别人的福气来滋养你自己的身体，这多划算啊！第三个毒瘤叫众生相，这就是盲从病，就是大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众生相就是把这个社会群体舆论当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失去了自己的判断，跟猪瞎跑。股市涨了，大家都在买，你也跟猪买，怕被拉下。专家说吃绿豆治百病，你也买一袋绿豆天天吃。到了30岁没结婚，7大姑8大姨一说，你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焦虑的睡不住觉。这就是被众生相给绑架了。你活在别人的嘴里，活在社会的标准里，唯独没有活在自己的心里。这种焦虑感最伤肺气，整天忧心忡忡，患得患失，你的呼吸都是短促的，你的免疫力能好吗？斩掉众生相，就是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，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心安处即是家。第4个毒瘤叫寿者相，这是最深的恐惧，就是怕死、怕老、怕无常。寿者相不光是指寿命，而是指对永恒的支柱。我们总希望好日子能长久，希望年轻人永驻，希望爱人永远不变心。可是诸位，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就是变，花开必有花落，人聚必有人散，生必有死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是我们人就是不认账啊，看出镜子里多了一条皱纹，就要去打针去拉皮，焦虑的吃不下饭，手里的钱稍微少了一点就恐慌的不行，觉得天要塌了。这就是被寿者相困住了，你是在跟天道对抗，你怎么可能赢？这还是一义同源的道理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什么叫养生？就是顺应变化，老了就接受老，病了就接受病，死了就接受死。庄子老婆死了，他鼓盆而歌，为什么？他看透了，生死就是春夏秋冬的轮回，没什么好悲伤的。你能把生死看淡，把跌死看淡，你的心里就没有了恐惧。黄帝内经说恐伤肾，
你把恐惧去掉了，你的肾气就足了，你的生命力反而更强旺了。诸位，这4个毒瘤太自私，爱攀比，爱盲从，怕无常，把它们切掉，你的心里就清净了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不是让你变成木头人，而是让你变成一个通透的人。一个通透的人，气血是流动的，经络是通畅的，邪气根本挂不住。前段时间有个30多岁的小筐子叫小张，被家人推住轮椅来找我，年纪轻轻，脑梗。我就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他老婆在旁边哭住讲，说小张这个人工作特别认真，心气特别高。那天下午因为一个报表的小数点错了，被老板当着全公司的面指住鼻子骂了半个小时。那天小张没说话，憋住一肚子气回了家，晚饭也不吃，就坐在沙发上发呆。老婆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说，就在那里咬牙切齿。到了晚上睡觉，他在床上翻病烙病，一会儿叹气，一会儿捶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他凭什么这么骂我？我都给公司干了5年了，这点面子都不给，明天我非得找他算账不可。就这么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想，折腾到凌晨3点，突然他大叫一声头痛，然后就像一根木头一样栽倒在地上，送到医院一查，脑血管爆了。诸位，你们听听，这是不是冤枉？这是不是惨痛？那个老板骂他是下午5点的事，骂人的声音早就消失在空气里了。可是小张呢，他把那段被骂的录音在自己脑子里循环播放了整整10个小时，每播放一次，他的心跳就加速一次，他的血压就飙升一次，他的血管就痉挛一次。这在中医里叫什么？这叫引火自焚。佛经里有个著名的毒箭理论，佛陀说，当你受到伤害时，就像中了一支箭，老板骂你，这是第一支箭，这支箭是外来的，是肉体上的，避无可避，当然会痛。但是绝大多数人最愚蠢的地方在，他们自己拿起第2支箭，狠狠地扎进自己的心里，而且反反复复地扎了1000遍。这第2支箭就是你的情绪反刍，第1支箭伤不了你的命，顶多让你难受一会儿。真正要了小张命的是他自己扎的这第2支箭。我常跟人讲一句很难听的话，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记仇就是喝下毒药却希望对方死掉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天晚上那个老板早就抱住老婆睡得呼呼响了，他哪里知道小张在气什么？只有小张这个傻瓜一个人在家里服毒。从医学角度讲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神经毒素，你的肝气一横，直接刻画 P 图，所以你气得吃不下饭或者胃痛，肝气再往上冲，就是肝阳上亢，直冲头顶，你的脑袋就像个高压锅，气孔堵住了，火还在烧，最后可不就是砰的一声爆炸了吗？所以诸位记住了，这不是修养问题，这是保命问题。当你在职场上受了委屈，被客户刁难，被同事排挤，这个事情发生了，这就是第1支箭，你心里不舒服，正常的。但是你要马上启动我教你们的善护念系统，把这第2支箭给我折断。怎么折？我教你们一个过门槛法。你们每天下班回家进家门的那一刻，就是一个神圣的仪式。你要在心里或者嘴上对自己说一句话，关门，把鬼挡在外面。什么是鬼？今天在公司发生的所有烂事，老板的臭脸，客户的无理取闹，通通都是鬼。家是什么地方？家是养命的地方，是你的道场。
绝对不允许把这些垃圾带进来。当年我在外做事，不管外面遇到多大的风浪，哪怕被人拿枪指住头，只要一回到家推开那扇门，我就会把那张脸换过来，笑嘻嘻地对住家人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家人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因为当我把注意力切换到父亲、丈夫这个角色上时，我大脑里的那个应激反应开关就关掉了，我的副交感神经开始工作，我的身体开始修复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回家还在想，还在气，那我告诉你一个更绝的招数，你去洗手间拿个盆，接一盆冷水，把你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埋进水里，憋气，憋到你快受不了的时候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大口喘气，那一瞬间你的大脑会一片空白。就在那个空白的瞬间，你告诉自己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还活住，这口气真甜。这叫物理断电。你必须学会这种切割的本事。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一秒钟都不要留。这在中医里叫肝胆调达，你的肝气顺了，谁也气不死你。可是光学会这一招止损还不够，我们人活住不能光是被动的防御，还得主动的提升境界。这就要讲到最后的境界了，怎么才能让自己活得像个神仙一样，在这个红尘里打滚，却片叶不沾身？怎么才能做到《金刚经》里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。我们前面讲了怎么防守不漏气，讲了怎么止损拔毒箭，现在我们要讲怎么养，怎么进入那个最高的生命境界。我要把许多人一辈子追求的神通大师境界一下子给你们捅破。最高级的养生叫云在青天水在瓶，不做神仙做凡人才是最大的神通诸位。你们学佛修道到底是为了什么？10个人里有9个会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想开智慧，我想有神通，我想变得跟别人不一样。还有的人整天神神叨叨的，觉得自己是天上下凡的，看不起身边这些凡夫俗子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最大的病，这叫离地病。人是2脚踩在地上的，你非要飘在半空中，上不住天下不住地，最后摔下来肯定粉身碎骨。真正的道是什么？真正的最高级的养生是什么？唐朝有一个大官叫李敖，这个人学问很大，但是心里烦恼很多，身体也不好。他听说药山禅师很有道行，就去拜访。他问禅师什么是道？药山禅师没说话，用手指了指天，又指了指旁边的瓶子，问懂了吗？李敖一头雾水，摇摇头说不懂。药山禅师这才开口说了那一句震古说今的名言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诸位，这7个字你们听懂了吗？如果你们真听懂了，你们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失眠症当场就能好一半。什么叫云在青天水在瓶？云在天上，它就是云，飘来飘去，自由自在。水在瓶子里，它就是水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这就是各安其位。云不会羡慕水，哎呀，你在瓶子里多安稳啊，我也要进去。水也不会嫉妒云，哎呀，你在天上多威风啊，我也要上去。他们不打架，不比较，不越位。可是你们看看现在的人，有几个能做到云在青天水在瓶？明明是个水，非要装成云，拼命往上爬，为了名利把身体累垮了，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明明是个凡人，非要装成神，整天想住开天眼，通周天，搞得神经兮兮，这叫妄想执着，走火入魔。从我们中医的义理来讲，这叫阴阳归位。心火要像云一样，要清明，
顺水要像水一样，要沉静。现在的人反过来了，心里的欲望之火烧得比谁都旺火在下，肾里的精气漏得比谁都快水在上。这就是易经里的火水未济卦，阴阳错乱，你当然要生病，当然要短命。所以我常跟那些大老板大明星讲，别装了，回来做个凡人吧。你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。吃饭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是董事长，你就是个要填饱肚子的生物，大口嚼那个青菜，尝尝米饭的甜味。睡觉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是负债累累的可怜虫，你就是个要休息的皮囊，把身体往床上一扔，爱谁谁。古人有句话叫神通并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真正的神通不是飞天遁地，而是你挑水的时候专心挑水，砍柴的时候专心砍柴。也就是说，你能把你那个狂乱的心收摄在每一个平凡的当下。我有个学生，以前是个工作狂，后来得了焦虑症，手抖得拿不住筷子。我没给他开药，我让他去乡下种了1个月的地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住那个麦苗长出来，看住那个太阳落下去。1个月后他回来，手不抖了，脸色红润了，眼神也清澈了。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发现以前自己太傻了，总想住要去征服世界，现在才明白，能安安静静地看住一朵花开，能踏踏实实地喝一碗粥，这才是活住。这就是云在青天水在平的境界。你的心一旦归位了，不再在那里胡思乱想攀比嫉妒了，你身体里的气血自然就会归位。气血归位了，什么结节增生炎症自己就会化掉，这就是身体自带的神意。所以诸位记住了，最大的神通就是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，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云，守好你自己瓶子里的水。瓶子里的水满了，自然会溢出来滋润万物。瓶子里的水清了，自然能映照出天上的月亮。这不比你去求神拜佛强吗？这不比你吃那些昂贵的保健品管用吗？讲到这里，我们这堂课的理论实操境界都已经全盘托出了。这金刚经的3个字上护念，从保护阳气到斩断毒瘤，再到回归平淡，这是一条完整的救命之路。但是南老师，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啊，记性不好，听的时候激动地拍大腿，关了视频睡一觉，明天早上起来又忘得精光，又开始去焦虑，去生气，去漏气了。所以在最后我要做那个讨人厌的老师，拿注戒尺把这几个救命的重点死死地刻在你们的脑门上。